宗室与武天后的矛盾终于爆发。唐光宅元年（公元684年），英国公李继的嫡孙徐敬业在扬州打出了匡复大旗，将矛头直指武天后。一时间，朝野震悚，浊浪翻空。人们想象不出銮座之上的武天后作为一介女流，如何应付眼前如此惨烈的局面。天后陛下驾到！臣等恭请天后陛下议安。众爱卿，平身。谢天后陛下。扬州徐敬业拥兵违逆，众爱卿想必已经知晓了吧？回天后陛下，我等正为此事忧心忡忡。徐敬业起兵之前，曾向各州各县广发讨伐哀家之檄文，众爱卿可否读过？檄文何在？回天后陛下，檄文已在老奴手中。婉儿，微臣在。念来听听。婉儿，哀家要你念来听听，为何不作声？天后陛下，这讨伐哀家之檄文，自然通篇皆会是辱骂之言，平常的很。念。伪临朝武士者，姓非和顺，帝时韩威，西充太宗下臣，曾以更衣入仕，既乎晚节，秽乱春宫，密引先帝之私，因图后庭之弊。哼，这些人心地卑下。哀家当年做过太宗皇帝后宫才人，众所皆知，何言密引？太宗皇帝宾天之前有过口谕，将哀家赐予先帝，何言秽乱？文章做到淫邪地步，枉费一生所学。念。入门见疾，峨眉不肯让人。让人？哀家若是一让再让，还有哀家今天吗？念。掩袖宫蝉，狐媚偏能惑主。此人好不小事，身于嫔妃之礼，侍奉君王之侧，令龙颜欢悦，乃嫔妃本分。若不取悦于君王，难道日日令君王生厌不成？哼，真是笑话。念。见元后与徽敌，献武君与巨忧，加以会议为心，豺狼成性，尽侠邪佞，残害忠良，杀子屠兄，弑君震母，神人之所共极，天地之所不容。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只要能激人义愤，出言
无所不用其极。念。呜呼！霍子孟之不作，朱虚侯之以亡。燕卓皇孙之汉作之将尽，龙池帝后使夏廷之巨衰。好文章！如今我等身临乱世，既要做平乱世之霍子孟，又要做匡大卫之朱虚侯。敬业，黄唐旧臣，公侯家子，奉先帝之遗训和本朝之厚恩，宋微子之兴悲，良有遗也。原君山之流涕，其徒然哉？是用气愤风云，治安社稷，因天下之失望，顺宇内之推心，远举义旗，以清妖孽。班声动而北风起，剑气冲而南斗平。阴乌则山岳崩颓，叱咤则风云变色。以此制敌，何敌不摧？以此攻城，何城不克？好大气魄呀！可惜，只是说说而已。公等或居汉地，或业周亲，或应重寄于化言，或受故命于宣誓。言犹在耳，终起忘心。一抔之土未干，6尺之孤何托？写得好，这乃天下奇文。此文为何人所写？回天后陛下，此文为徐敬业帐下骆宾王所写。骆宾王？可是王杨卢骆4人中之骆宾王。回陛下，正是。好文章，大手笔。此文言辞虽显乖张，但仍可谓千古奇文。此人现居何职？回陛下，骆宾王追随徐逆，已属罪大恶极，又写下如此恶文，更是恶贯满盈。无论现居何职，都应处之论罪。哀家问你，骆宾王现居何职？你回答即是。回陛下，骆宾王被徐敬业收为帐下主簿。有如此才华，只做得一个小小主簿。此人若为我所用，则是朝堂之幸事，令此人流落于草莽，最终为贼所用，实为宰相之过。请天后陛下恕微臣失察之罪。徐敬业谋逆，已成张狂之事，若不即刻平之，则天下庆然极乱。众爱卿有何良策？天后陛下，此时国事之重，乃在平乱除逆。臣请天后陛下降旨，速派精兵良将，灭逆火于尚未燎原之际。天后陛下，微臣复以狄大人所言，微臣自愿请缨，即刻驰往阵前杀敌，不将此区区叛贼剿除殆尽，魏元忠甘愿提头来见。慢。裴爱卿，你有何良策？天后陛下，当今之事海内犹急，请天后陛下恕臣斗胆直言。欲平方今之乱，唯请天后陛下退还后宫，还政于地，
则不须一兵一卒，内乱必平。当初劝哀家临朝者是你，劝哀家废帝另立者是你，如今声言哀家退位方能平乱者还是你。你裴炎如此出尔反尔，到底是何居心？天后陛下，当初天后陛下若不临朝，则大唐江山将亦归韦氏，故微臣劝陛下临朝。当初若非废帝另立，则朝臣无以归心，故微臣劝陛下废帝另立。如今新帝在位，而不得亲理朝政，则天下人心尽失，故微臣劝陛下退位，还政于帝。裴炎心中只有大唐正统，不存半点私心。微臣自知此言必触怒天后陛下，但微臣不能不言，请天后陛下明察。裴相此番言语，令哀家仿佛得见当年上官仪大人身影。当年上官等人力主废后，先帝乾纲独断，救哀家于水火。如今先帝辞世，尸骨未寒，朝堂之上与扬州城下既里应外合，仍是要将哀家逐出朝堂而后快。哀家朝侧夕替，鞠躬尽瘁，为江山为社稷，不知倦怠，不计荣辱，如何竟开罪尔等？哀家倒要问问尔等，如何视哀家如眼中之钉，如肉中之刺？微臣已经说过，裴炎心中只有大唐正统，不存半点私心。欲将哀家除掉之人，皆以不存私心为由。依哀家所见，你以此国难之事向哀家发难，欲将哀家逐出朝堂，其用心乃欲挟制幼帝，独揽朝权。你裴炎枉负先帝重义之托，浊浪袭来，内外呼应。朝外有徐敬业，朝内则有你裴炎。你既欲颠覆朝堂，哀家岂能容你？殿外羽林军何在？回天后陛下，羽林军皆在殿外听候天后陛下遗旨。将裴炎拿下，拘押候审。是，天后陛下。来人，还有何人想力劝哀家退位，可与裴大人同去？传旨，速令兵部发令，
命前军大总管程务挺即刻出兵平叛，不得有误。微臣遵旨。左御前卫大将军李孝义何在？臣在。右御前卫大将军魏元忠何在？臣在。命李孝义为后军大总管，魏元忠为副总管，随时准备做后续接应。微臣遵旨。我朝堂内外须同仇敌忾，勿将逆乱剪除，还我大唐清平世界。程将军，何事如此惊慌？启禀程将军，朝中急报裴炎获罪，已被天后陛下罢相拘押，兵部急令程将军即刻挥军讨伐徐逆，不得有误。裴相何罪之有？末将听闻，裴相欲请天后陛下退位，以平徐敬业之乱。天后陛下震怒，故而将裴相罢黜。这个裴相也太操之过急了。听令，末将在。大军不动，待本总管奏请天后陛下之后，再行定夺。徐敬业叛军日行百里，迫近洛阳，将军若再不发兵，只恐军机错过，那可是死罪呀！我与裴相乃生死之交，先帝此事，朝中文有裴相，武有本帅，文武相济，朝堂自安。如今裴相遭难，我绝不可坐视。我要请天后陛下降旨，令裴相重返朝堂。程将军，眼下军情紧急，刻不容缓。裴相之事，待将军拿下平叛讨逆这份功劳之后，再奏不迟啊。若朝堂之上没了裴相，我与武夫既独木难支。我意已决，尔等不必多言。将军，再有人与本帅生言进军者，定斩不饶。天后陛下，程将军大军现至何处？程将军尚未进军。却是为何？程将军自大营之中送来一份奏表。念。前军大总管程务挺败于天后陛下阶前，臣闻明君必责贤臣，而今我朝堂之上唯裴相乃天后陛下之立鼎之臣。陛下若舍裴相，如欲求度而舍周吉是也。故臣请天后陛下收回成命，将裴相放归朝堂，以立我等共效秦王之力。不必念了。召集众臣，朕有话说。当此生死存亡之际，程务挺不思躬身报国，反依徇私，以国难相挟于朕，朕实在忍无可忍。裴少爷何在？微臣在。朕命你星夜前往程务挺营中，将其就地正法，以正郡威。天后陛下，你有何言与朕？程务挺治军日久，于军中广具声威，臣担心大军在外，若闻大将遭戮，臣恐军心有变。若如此，则大局不可收拾啊！我大唐之君，乃国基之砥柱，军事久慕皇恩，众将常思报国。此军非程务挺府兵，将士非程务挺家奴，
爱卿只要对将士晓之以大义，将士必心怀大义，即刻前往，不得有误。微臣遵旨。天后陛下，裴少爷快马来报，已于昨日力斩乘务艇于军中。军中将士如何？军心可闻。军中将士亦以为乘务艇无指当诛，故军心尚稳。只是北湖营中闻知乘务艇被斩，纷纷弹冠相庆，连日酒席不断，声言从此可直入大唐，再无碍阻。乘务艇乃我边关大将，将他斩首，与边关防御确有不利。但乘务艇纵容叛逆，其所为对社稷之毁，远甚于外患。此乃大是大非，故施以乘务艇，保我大江山，朕亦无悔。魏公公，老奴奉天后陛下遗旨，有言要问裴大人。魏公公若是问在下是否与徐敬业谋逆之事有关，即不必开口。你与徐敬业谋反是否有关，老奴不问。老奴要问之事，你须知无不言。只要不将徐敬业谋逆之事栽赃于在下头上，魏公公今可发问。废太子李贤于巴州自尽，你可否知晓？此事在下已然知晓。丘神机前去逼迫于李贤，可是受你指使？魏公公，丘神机去巴州前确于在下面前受命，但在下曾为李贤太子师，师生之谊尚在，无论如何不会令他逼死李贤，请魏公公明察。老奴再问你，当年李贤因私逆假胄获罪，乃由你前去查案，私逆之事又由你报上朝堂，而此事你可否与事先既已得知？在下不明魏公公何意。裴大人，事到如今，你欲令前世石沉大海，则后世必生蒙冤之人。若裴大人尚存些许良知，既应将李贤罪案前后隐情和盘托出，也算大人为身后积一份阴德呀。在下已是获罪之人，且此罪绝无生路可言，故裴言已知，必死无疑。但欲加在下以无中生有之罪，在下实难从命。你曾为废太子李贤之太子师，李贤之所作所为，你应了如指掌。李贤获罪，你有不可推卸之责。
你纵容李贤任意胡为而不加制止，极致李贤罪严深重，祸及你身。你为开拓余生，竟竭力将李贤置于罪不容诛之地。时到今日，李贤在，则你裴大人既不得自安，于是你密令丘神基逼迫李贤自尽，以保自身平安。裴大人，你此番作为，自以为滴水不漏，但若人不知，己须莫为，不然苍天有眼，终至暴露。如今已被老奴一一道破，你还有何话讲？魏公公，裴炎身为人臣，亦想于此生之中有所作为，想必魏公公深知在下心底之意。今日裴炎身败名裂，皆因生不逢时，裴炎无奈，只等来世吧。启禀天后陛下，老奴已经审明，李贤之死确与裴炎密切相关。裴炎对此亦无话可说。贤儿自获罪，到离哀家而去4年了，此中怪事重重。今日哀家终于明白了。裴炎，裴炎，罪臣裴炎恭请天后陛下圣安。裴炎，你可指望哀家救你？裴炎自知罪无可赦，故绝无此妄想。既如此，哀家也须将话与你说尽。先帝之时，哀家曾2次身临险境，一为长孙无忌阻止立后，二为上官大人力主废后，哀家皆从容以对。时至今日，你身为朝首之臣，竟意欲3陷哀家于险境之中。比之前2位朝首之臣，你裴炎可谓谋事更深，出手更狠。天后陛下，裴炎躬身示政，心系大唐，不行谋篡之事，不怀一己之私。今日虽败，亦无憾事。裴炎，你说你不行谋篡之事，不怀一己之私，但依朕所见，恰恰相反。天后陛下之言，裴炎实不能苟同。你听朕
将你说破。先帝于朕曾令你为贤儿之士，即弘儿病故，将贤儿立为太子。若贤儿得成天位，你则以帝师之尊而成为朝堂首臣。若如此，你裴炎平生之愿足矣。但贤儿失德，进言获罪，你于失望之余，渐将贤儿退弃，必欲使其罪至遭废。后先帝于朕封你为荡儿之士，你即刻将先帝之愿系于荡儿之身。贤儿造废，贤儿得利，你深感不得施展，而贤儿却无为君之德，失却天下人之心，进而自成废帝。当此之时，你竭力拥立荡儿，你意欲成为挟君之臣。荡儿得利，你愿已足，不想荡儿立辞于朕。于是朕身负先帝托孤之重，甚担江山社稷之责，顺应众望，独立朝堂。而你眼见挟君不得，历时心急如焚，于是你唯恐天下不乱，纵容徐敬业，意欲乱中得利，而行一己之私。国难当前，兵临城下，你竟于朝堂之上，以令哀家退位，而求你后日之安。此事若成，则你即刻变成匡复拥立之臣。朕若令你如愿，满朝文武将对你裴炎唯唯诺诺，荡儿也将对你唯命是听。你可谓左右乾坤，立定朝堂，真可谓深谋远虑。但你错看了哀家，哀家既能以女流之身立于朝堂之上，此身之上必具你之所不能。今日哀家将你看穿，乃为令你自知罪在何处。天后陛下，罪臣心底所谋，无不被陛下洞悉。臣虽获罪，且罪在不赦，但能与天后陛下做一番较量，虽身败名裂，微臣也算死而无憾了。唐光宅元年，公元684年，武天后在下令挥起30万大军讨伐徐敬业之后，
将自己亲自擢拔起来，仅10年之内就迅速攀升至朝首之臣的宰相裴炎推上了断头台。随着裴炎人头落地，人们清楚地意识到武天后讨逆之心已如铁石一般。李将军，我等奉旨挥军减平逆乱，至今已近旬日，而将军迟迟无进军之意，致使军中朝堂皆人心不安。当今之事，正值朝堂废立之初，天下唯需安定。徐敬业之乱意在迫使天后陛下退位，而因此蒙难者，天下生灵是也。故此战务求速胜，下官请将军速作决断，尽快进军，勿将徐敬业之逆平于未成气候之前。说的什么？韦大人自幼熟读兵书，那你说说，为将者贤命军中，所惧者何？所虑者何呀？下官以为，为将所惧者有二：上有君王之不疑，下有报效之忠心。反之，即为将所虑者。不然，光有君王不疑与誓死报效，并不可拒敌。当安守兵法，方可做得大军之将。你魏大人只知从速进兵，且殊不知那徐逆在外经营已久，且招纳之众已训练有素。我若贸然进兵，必给徐逆以可乘之计，到那时不但无功辱命，还必将损兵折将，此意不妥。下官自有良策，大人请看。徐敬业号称拥兵40万，其实充其量不过10万之众。他既扬言匡复，则必进军洛阳，此乃其必经之地。我应速速布阵于此，截其首，断其尾，就中歼之。此战必胜无疑。以你之见，我等面敌而拒，左右不能相接，首尾不能相顾。若敌袭我首尾，我既难以接应。稍按兵法者，便知此乃兵家之大忌。你自幼熟读兵书，为何向本总管出如此下策？下官以为不然。徐敬业虽按兵法，然其所作所为，乃谋篡行逆之事，既违天理，又悖人伦，必因失道而寡助。我大军早至，徐逆军心必乱。若说治军，我等绝不亚于徐敬业，而我乃奉旨讨逆之君。与徐敬业之叛军比之，军威军心皆远胜于彼。故下官以为，此战稳操胜券。待本总管思虑之后，再行定夺吧。我等受命在外，足令天下瞩目。如此不进不退，无法向天后陛下及天下百姓交代。我奉旨为讨逆大总管，你听命便是，不必多言。李将军若一意孤行，下官当奏于天后陛下，请圣旨定夺。你想与本大总管抗衡不成？魏延忠心中只有圣命，不存私念。李大人若信不过魏某，魏某甘愿立下军令状。若有功，李大人当为首功；若有罪，魏延忠甘愿抵罪。既如此，你自奏请圣旨便罢。若圣旨下，我本大总管自会奉旨；若只是你魏大人一人之言，你听令便是。
一木自朽，无毁于林。一个徐敬业，就能将我大唐千秋基业毁于一旦。哀家不相信。徐敬业之所为，不得人心，故此乱必不长久。天后陛下英明，微臣以为，越在此时，越应多行利民之策。百姓蒙陛下恩泽，必怀恩于心，称颂于路。而徐敬业等人与天后陛下为敌，必不得天下人心。无人心，则无天下，其事焉能长久？朕准爱卿所请，即刻颁旨。今年各县租赋减半，朝廷徭役一律停止。待徐乱平复，朕将再行恩赐。臣领旨。天后陛下，前方急奏。快拿来。婉儿，左前卫大将军、平乱大军副将魏元忠奏于天后陛下阶前：方今徐逆意欲直下洛阳，其军必经汝城等地。我若于半途之中截而击之，必获全胜。故臣恳请天后陛下降旨，我等即火速发兵，以求捷报早日传至陛下阶前。这个魏元忠好不奇怪，将在外，军令有所不受。他们既有破敌之策，发令即事，何须事事请奏？天后陛下，二将军既然是火速急报，天后陛下还是火速准奏为上。狄爱卿，你话里有话。是，陛下。按说二将军奉旨讨逆，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不必事事奏请陛下。但二将若各执己见，不奏请陛下，则军中必乱；军中若乱，战则必败。如此说来，是要让朕替二将军定夺了。是。副将从主将之策，天经地义；而主将从副将之策，这份功劳则受之有愧。唯有陛下降旨，二将军方可得一致。哀家明白了。若是李孝义执此战策，他身为主将，即无需请奏哀家。只有魏元忠出此计策，而李孝义拒不采纳，方才有此奏表。陛下英明。传旨准奏，令二将军务必立下这份大功劳。老奴遵旨。待二将军得胜还朝，朕要封赏于他们。到那时，即可见李魏二人孰贤孰德了。臣以为，这份功劳就让李孝义大人领去即是。狄爱卿，此话何意？陛下临朝，必须忠臣辅政，而魏元忠其人，陛下不必担心。此人忠心为国，不存私念，亦不计较利害得失。而李孝义不同，其人乃大唐宗室，身居王室之尊，而徐敬业之乱，所述亦宗室旗号。现天后陛下以宗室之人平宗室之乱，既得人心，
又顺民意，故微臣以为，令李孝义首领其功，则利于求治于长远。爱卿之言甚善，哀家即从你之言。韦将军，本帅从你之策，国有今日胜局在握，攻城之日，我会向天后陛下奏请，推你为首功的。微臣者为国家计，不敢居功。李大人明断决策，园中不过进一言而已，怎可功过李大人？韦大人，徐定业被我等逼入绝境，我居左，你居右，即刻进攻，必获全胜。不知你意下如何呀？我看不必。莫非韦大人想功亏一篑不成？我等围住徐敬业，犹如将狡兔置于府内，任其左突右冲，遭烹之运已不可脱，何必在于府内舞刀弄刃呢？穷寇必追，初学兵法者亦知此理。韦大人，莫非临阵手软了？李大人说差了，我是说徐敬业已是瓮中之鳖，不劳你我动手，不出3日，叛军自乱，到时候你我兵不血刃，等着叛将提着徐敬业首级来降，岂不是事半而功倍？韦大人阵前说笑，须知这不是可以玩笑的地方。在下愿以一命与李大人一赌，我等将徐敬业围困在此3日之内，徐敬业若还有命，在下愿将此头割下，交给李大人。韦大人，军中无戏言，魏某愿立军状。列祖列宗在上，臣武媚娘率朝官命妇，启告于列祖列宗灵前，臣承贤君之大业，理多难之朝堂，举黎民之失所，佑百姓之不美。然祸起萧墙，乱生海内，报豺狼之性，起篡逆之心。臣虑社稷宗庙之成绩，此天下生灵之安定，诸将其力，万众同心，剪除凶逆，还我清平。臣祈列祖列宗在天之灵，护佑一臣，则恩于众，行为逆，赐福于民。
奏天后陛下前线急报。婉儿，在。免。是。左5位大将军前军行军大总管李孝义，右5位大将军前军行军副总管魏元忠，启奏天后陛下：我大唐军秉天后陛下圣旨讨贼，于前日将叛军围于下河西之右，叛军不敌我大唐军神威，落荒而逃，走投无路。贼将王纳香弃暗投明，将贼首徐敬业、徐敬游斩首，向我军投降，叛军大溃。自此，杨、润、楚3州全部平定。如此说来，是大胜了。陛下，李将军带着叛贼首级已在赶回东都途中，我们大胜了。众爱卿，你们都听清楚了吗？陛下神威，无往不胜。3位先帝陛下，你们也听到了吧？我们打胜了！臣等感先帝在天之灵。众爱卿，请移步朝堂，朕有话说。武大，依大人之见，天后陛下要说何事啊？大人每次入朝前都要如此发问吗？武大人休要误会，下官觉得似乎有些不祥。私揣圣意，混淆视听，大人是想步反贼后尘吗？武大人，下官不过是随便问问，何必吓唬下官？狄大人，陛下急召我等，倒是为何呀？苏大人莫急，稍后便知。天后陛下驾到。臣等恭请天后陛下圣安。平身吧。谢天后陛下。众爱卿，许你一评，尔等会以为朕一定欣喜若狂，不然，哀家非但无喜，且心底十倍。现在朕要问你等一事，尔等须以实相告。朕治天下如何？
是有负于天下，还是无负于天下？为何无人应答？是也非也，皆不妨。朕要听实话。启禀天后陛下，陛下与天下无负。尔等亦以为如此吗？臣等附议。尔等此时皆作如此之想，哀家相信。可若所有人皆能做如此之想，既不会有扬州之乱了。哀家侍奉先帝30余年，无时无刻不在为先帝分忧，为天下担忧。恭请大人，今日之富贵从何而来？皆由哀家所欲。天下百姓今日之安乐从何而来？皆由哀家利农倾覆之策而来。先帝此事将天下托付于哀家，哀家面对先帝灵柩，已知哀家该当如何，方可不负先帝之望。即不爱吾身，而爱百姓。朕不爱吾身，而爱百姓，难道有错？如何招致徐敬业之流，大起杀戮之兵？诸位爱卿试想，昔日之叛臣贼首，皆出于将相，皆为先帝与朕曾经倚重之臣。此等人如何要辜负于朕，辜负朕对天下一片苦心？今日之徐敬业虽败，但将来是否还会有王敬业、刘敬业后继而出，朕也未可知。但朕有一言要说与众爱卿，皆需众爱卿深解朕意。众爱卿中有何人受命于先帝？倔强自负、桀骜不驯，可超过裴炎？有何人出身高贵，纠集亡命，行篡谋逆，可超过徐敬业？有何人久握兵权，出师必捷，攻战必胜，可超过程悟体？此三人乃人中之杰，但其无利于朕，无利于天下，虽极难驾驭，朕皆可一一处置。尔等之中有何人自以为能超过此三人者，此刻即可出班，来与朕较量一番，有吗？既如此，尔等即应革面洗心，躬身事朕，勿为天下笑。臣等悉听天后陛下居旨。臣狄仁杰恭请天后陛下圣安。平身。谢陛下。狄爱卿，自先帝辞世至今，
可谓乱世纷纭。爱卿为哀家出谋划策，所尽之言无不贴切，哀家亦无不加纳。今天下已平，人心思治，以爱卿之见，哀家日后该当如何？天后陛下，陛下独立朝堂，所虑之事，乃宗室之乱。以微臣之见，而今逆乱已平，宗室之人亦会日益心服于天后陛下。天后陛下日后所行，乃应以宽和仁厚之策为上。朕何尝不想宽和仁厚？老子曰：兵者，不祥之器，不得已而用之。昔日圣人用兵乃为息兵，如今哀家减乱，乃为无乱。若天下人皆深知哀家之心，哀家既不会被人恨怨了。天后陛下，恕臣斗胆直言，我朝用人虽不居一格，但居于显位者，或宗室，或名门，或望族。世庶之人有一才者，入朝之人有如凤毛麟角。而于宗室之人眼中，天后陛下乃外戚之人，故从心底慑服于天后陛下者，亦如凤毛麟角。若天后陛下广选世庶之士入朝为官，其人必感天后陛下知遇之恩，必效死立于朝堂，而绝无二心。故微臣以为，应择选世庶众人之中才华横溢者，为天后陛下所用。爱卿之言甚善，朕即刻颁诏，广纳天下人才，为我所用。天后陛下圣明。众位爱卿，方今天下人心思治，古之贤君皆随才弃使，任人唯贤之范，朕欲追随明君之范，以求贤若渴。婉儿宣诏。朕心怀异诏，事理万机，终宵失寝，近日停参，唯求无怠于国事。今朕之朝堂须能臣相辅，方可求至环中。诏命咸令9品以上官员及百姓自举，有文可以经邦国，武可以定边疆之贤才，无论世庶，俱以明文。平事不读律，博事不循章。湖心是御史，咪目生神皇。启奏天后陛下。天后陛下广纳贤才，令海内称颂，但有居心叵测之人，有意诋毁于天后陛下，竟于大庭广众之下，以恶言为师，贴于招贤皇榜之册，
其言语之毒，令人发指。直臣请天后陛下降旨，将此居心叵测之人处之以罪，以正天下视听。恶言为师，所写为何呀？此等诗句，犹如天后陛下英明，恕直臣不念。魏公公，魏公公，你来念给哀家听。平事不读律，博士不寻章，狐心侍御史，咪目圣神皇。婉儿，此诗何意呀？回天后陛下，此诗竭尽讥讽之能事，意在指斥我朝中无饱读之人。还有呢？此诗末句讥讽天后陛下乃乱目之人。此诗毫无才气，远比不得骆宾王讨哀家之檄文，不必在意。直臣以为不然。若天后陛下容忍此等小人以诗相讥，则既会有人变本加厉，长此以往，将漫天污言秽语直冲陛下而来。天后陛下惩治此人，则可惊悚天下，故此人不可不严惩啊！望天后陛下决断。写此诗者，乃为何人？此人名为沈全蛟，已羁押在狱。不必治罪于此人。倘若我朝用人不滥，何惧人言？众爱卿，若皆饱读诗书，侍御史若皆怀清正之心，若朕明眼识人，何惧此等小人之言？传朕旨意，将沈全蛟放归，赦其无罪。吴爱卿，朕之意未说清吗？直臣已知圣意，直臣遵旨。